美食需要有人享受，美食需要有人坚持，美食需要有人守护。美食需要有人传承。时代不停地更迭，人们的口味也不断地改变。但是对于古早味美食的记忆，依然存留在舌尖味蕾上。第4系列的古早味侦探将继续探寻，重现美食的古早风味。有没有搞错？给我的资料那字这样小。啊，油鸡，这一次我们要还原的是油鸡。Hello， 嗨，山久等苗币，了，久等了。哇，好久不见，你长高了。头发。你问我准备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酱油3层肉，我的阿嬷的 recipe。我们的主题是油鸡，为什么你做3层肉呢？我知道了，但我对油鸡不熟悉，我比较常吃烧鸡饭。但我懂油鸡是一个广东菜 ，and 我是广东人，所以我阿嬷这个酱油3层肉也是用酱油煮的，所以我拎嘛，我会拎好。你 try 这个。阿嬷在看啊，你要讲 OK 啊。阿妈，太好吃了，你教的好。以前我们的聚会都是阿妈一个人煮给30多个我的亲戚。阿妈去世后，我们的 family 就没有那么常聚会了。哦， Yes 因为每次阿妈煮就很多人来是吗 Yes， 因为喜欢吃嘛。啊， Yeah， 所以现在是妈咪跟我煮这些阿妈的食谱。And then 我发现我们开始有多一点的聚会，所以我觉得食物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你说的很好啊，就一道美食，除了它的味道之外，更多的就是这一道美食背后承载的一些故事跟意义。那我们这次要还原的是油鸡嘛，然后我也相信呢，油鸡应该是一道很有故事的美食。想不想听故事？想听？比起海南鸡饭，还有烧鸡饭，其实油鸡并不是很受到重视。直到本地一家油鸡饭摊档在2016年的时候呢，获得了米其林1星的荣衔之后，加上当时油鸡饭被称为是全球最便宜的米其林美食，油鸡才开始受到重视。我的故事讲得好不好？很好。OK， 这里还有一些资料，这个报道看得见吗看得见也不认识字啊。 ？OK， 字有点小哈，等一下哈。OK， 这个报道呢是1976年的报道哈，它这边是写到驰名于我国近30载，也就是说他大概1940多年就开始做生意了，对不对？海山街跟大波大马路交界附近，然后呢，他也有说呢，这一家是油鸡。它是堪称油鸡第一家哎，我们应该去拜访一下他们。一定要今天来。好，是今天，现在马上立刻。我先把你的这个3层肉，把你煮的3层肉吃完。来，就是这里啦。Hello， 老板娘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嗨。老板娘，我知道你们有这个油鸡第一家的称号，所以你们的生意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？我爸爸从1940年从中国广州过来新加坡生活，1949年就看到这个店很适合他，他就开了一个档口。所以这个档口就从1940几年开始新加坡独立之前就开到做到现在啊？对，一样地方，一样的对地方。一直在这里。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卖油鸡面的吗？什么面都有啦，云吞面、油鸡面、冬菇鸡脚面也有。但是哪一年专卖油鸡面，那个我们就不太清楚。他一直做到1980年他就退休了，结果就接过来做。差不
不多2009年我看到可以了，我就传给我儿子了。所以已经是来到第3代了。对了，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们是第一家卖油鸡的档口的？外公他在广州时候就学会做油鸡，毕竟这是一道广东家常菜。当年应该没有人会卖一道家常菜，所以外公有了这个想法，就开了一个档口卖油鸡面。无鸡不成宴这句俗语，生动地描述了广东人亘古不变的饮食习惯。逢年过节时，广东人的餐桌上必定少不了鸡的踪影。油鸡是传统的广东家常菜，由于烹调材料是以酱油为主，所以油鸡又被称为酱油鸡或豉油鸡。在中国广州和香港地区，油鸡一般在烧腊摊档和食肆售卖。油鸡虽然做法简单，用料也少，吃起来却是鲜嫩爽口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我都还没有咬那个肉，那个香气已经在我的嘴巴里面了。它刚刚好，那味道咸咸香香的。你们的这个油鸡啊，跟你的爸爸的那个时候相比啊，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吗？差不多是一样啦，但是有人讲那个味道越来越好。哦，越来越好，就是有不一样了咯。啊，有进步啦。因为早期比较多人做苦力嘛，所以流的汗也比较多，所以吃的东西也比较咸。但是现在的人比较注重健康，所以我们稍微改了一点点，但是还会保留以前那个古早味。我通常是不吃鸡皮的，你的鸡皮不油啊？而且很薄，我就不错了哈。So Thomas，你的油鸡是怎么煮的？其实油鸡的做法和材料都是蛮简单的，先把水煮滚，然后再加进酱油、酱青、糖、盐，还有各种香料。煮那个油鸡的卤水，其实用的是老卤吗？对，我们用的是老卤，有72年的历史了。我们每天都会添加新的香料来煮这个老卤。里面有老卤嘞。呀，好。你们的香料可以透露哪一些？我们透露2个，花椒跟八角。所以总共有几种香料啊？其他的是秘密。哎呦，还有几种？你不要讲什么，还有几种 ？Supermarket 买不了秘密嘞。8种你讲2种啊？还是10种你讲2种？8种我讲2种。你给哈啦，多2个。不可以啦，不要为难人家啦。所以那酱油、酱青都是一样的牌子的。那间公司到现在还有，我们一直跟他拿，一直跟他拿。因为他们用的是上等的黄豆，煮起来比较香浓入味。在选鸡方面应该是比较讲究吧？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用1.8公斤的鸡来做，以前用的是公的干膀鸡，然后到了现在我们用肉鸡，因为干膀鸡肉质不太厚，现在人吃的要比较多点肉。公鸡你会觉得奇怪吗？用的是公鸡？呀，因为通常我们是用那个肉鸡、母鸡。公的鸡胸肉会比较嫩，也比较多汁。我们煮好的油鸡会先撒上麻油，再把它挂起来冷却10分钟，才可以切，以免那个皮肉分离。所以你还有什么东西要问吗？你不是很喜欢吃拉面吗 ？Yes， 你的面很好吃，有什么不同啊？外公是自己打面，自己做面，用鸭蛋来做面。现在是加工厂特制我们要的面条，跟外公以前古早味是差不多类似的。我们的面条是先煮熟后，然后再蒸进鸡汤里。鸡汤是用油鸡的鸡骨、鸡颈还有鸡脚熬成的汤。这个鸡汤里也有黄豆，还有姜来去腥味。所以以前的那个油鸡面，它一定会有加内脏的吗？除非那个人讲要加，整只鸡呀、半只鸡我们就免费了。鸡的内脏是包括哪一些？鸡胗跟鸡肝。鸡胗跟鸡肝。跟鸡肝，对。如果你煮那个内脏，你会不会把它分开，还是跟油鸡一起？我们肯定要分开出来煮，因为这样才不会弄坏那个老卤。老板娘，所以现在 Thomas 已经是第3代传人了哦。你对他的表现满意吗？满意。为什么呢？有做的卤水包啊，弄到很多外面的人，他们可以在家里很方便卤东西的。也让更多人认识啊，多人认识啊。油鸡第一家啊，做得好 ，Thomas。谢谢。这家菜馆呢是2019年创立的，主打粤菜，
同时呢，还有部分的淮扬菜跟四川菜。川菜呢就有酸菜鱼啦，还有这个是四川蓉城口水鸡。说到鸡呢，这里好像有一道明茶熏鸡。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一道明茶熏鸡跟传统的油鸡有什么不同呢？嗨，珍妮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这个就是港式的油鸡，而这个呢是升级版的明茶熏鸡。这样我先吃传统的港式油鸡，好不好？哇，那虽然那个油鸡的皮看起来颜色很浅，可是很入味。这个港式的油鸡做法是怎么样的呢？港式油鸡其实最重要的是卤水了。这个卤水里面有很多种材料，比如陈皮、八角啦、香叶啊、沙姜、冰糖，还有酱油啦、酱青啦，还有放了花雕酒。这个卤水呢，煮开了之后，整只鸡三起三落，让它从头到脚都均匀的淋了汁之后，关火把整只鸡焖在里面，大概需要45分钟。然后最后在成品之前，我们要加一些玫瑰露酒，所以有玫瑰露酒的香味。这也是我们本地油鸡跟香港油鸡之间最大的区别。对，因为本地的油鸡最后的部分是涂上麻油，所以它的味道吃起来会比较浓一点。港式的油鸡就比较清香。港式油鸡皮呢色泽比较浅，而本地的油鸡呢豉油的味比较重，色比较深。那刚刚你说呢，这个明茶熏鸡是油鸡的升级版。对，哇，怎么说呢？你必须先尝一尝。酱汁跟鸡的皮颜色都比较深。感觉好像在吃烧味。哇，我们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熏制这个油鸡，用一个锡纸盒，里面放上茉莉花茶叶、冰片糖，再放一层蒸熟的白米饭，然后熏油鸡，大概5分钟，腌出来之后把盖子盖住，在那边熏20分钟。我们是用米饭当做木屑的作用，然后本身呢又有茉莉花茶叶，又有茶的香味。冰片糖的作用呢，是把整个油鸡的皮给它带出这个琥珀的颜色，所以色泽上更诱人。所以你吃起来的味道有焦糖的甜味，有茶香味，有烟的熏味。油鸡做好的时候才去进行那一步。对，所以你在熏过它的肉质也没有多大的改变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烟熏了它的表皮。对，而且这道菜出来的时候，它不像油鸡，油鸡是室温，这个是比较热一点的。所以2种不一样的吃法，不一样的境界。OK， 那个 Thomas 有提到，其实油鸡是广东人的家常菜，所以我们要调查这一点，就找来了一个广东人，他就是邝文德师傅，梅林酒家的老板。粤菜酒家成立于1920年，虽然酒家在2019年已经结束营业了，但是邝师傅呢还是很热心哦，他愿意为我们解答很多问题。这个就是他所说的，我们来听一下油鸡是广东人逢年过节时会烹煮的一道家常菜，在家里面煮老一辈的他们都会除了卤这个鸡之外，还会加鸡蛋豆腐3层肉之类的配下去卤，一道的卤出来。以前长辈煮的卤水简简单单，材料只是有酱油啦、酱青啦、冰糖啦、八角啦、桂皮啦、香叶啦、蒜头生姜、葱，不像现在发展到这么多的药材下去。其实它香料也只有几种而已吗？比较简单一点。OK， 所以它确实是一道家常菜。说在家里煮的这个油鸡都会加鸡蛋、豆干跟3层肉。然后还有这么一个报道，是哪一年的？看得到吗？19，萍姐你不要动，1996年。1996年的这个报道，你看海山街那边还有一家油鸡的摊档，他们是1955年就开始了哦。That's a long time。我们去找一找这家，可以。老字号，我们出发。
老板、小老板，你们好。我看到你们的招牌这边写海山街哦，是不是你们第一代的生意就是在海山街那里起家的呢？对啊，就是现在的 Upper Cross Street。那以前有一个海上公司很出名，他们是在那边收保护费、赌博，还有营业鸦片，所以那条街就叫海山街。所以你是第二我是第二代。第二代，我的父亲起家的。起初我们是卖白鸡的，就是海南鸡啊，海南鸡的白饭啊。鸡啊。哦，OK，然后。然后顾客要求说要我们做油鸡，油鸡越卖越好，变成白鸡就没有什么人吃。哦。所以我们改去卖油鸡饭咯。大概是1985年，我就跟他接手，然后开多几间，最后就是中那个 bird flu， 生意越来越差了，就关掉了。所以啊，小老板是什么时候接手的？差不多2017年，我跟我二哥想保留这个历史嘛。当我跟我二哥接手之后，我们就扩大了去台湾6家店，现在新加坡也是有7家店。哇！然后我们是有创造新的菜单，像明太锅、叉烧这些来吸引比较年轻的顾客。说到这么多，我们还是要尝一尝油鸡饭。Yes。哇，这卖相好好哎，看了就很想好吃。我先吃油鸡。香吗？不好。我觉得这个油鸡那个皮啊很入味，颜色做的很漂亮，不会太深。老板，你的卤水用了什么材料？很香。可以透露吗？他讲很久了，你可以透露吗？老板，你不要跟我讲哈。你这样问我，你可以说吗？透露几样啦？其实啊，卤水是用了2种酱油。酱油就有2种。啊，2种有放糖、盐。酱青没有吗？没有。啊，没有酱青，单酱油，它颜色没有很深啊。就是要靠你的功夫咯，你要怎样去做。OK， 所以那些香料有哪一些香料？加一个啦，有8角哦。加一个而已啦。总共有几种香料？只是3种而已啦。因为我们要保持鸡的原味，所以我们不要用太多香料。用的是老卤吗？对啊。卤水的那个香料不可以透露，那可以透露一下啊，这个油鸡是怎么煮的？那个步骤可以。我们鸡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就会放进卤水，然后小火去焖它，那个味道还会进入鸡肉里面。每5分钟我们就会换那个鸡，所以它的鸡会煮得比较均匀。18分钟到25分钟过后，我们就会给它冷却差不多5分钟，过后我们就会涂一些麻油，给它的皮比较香、比较滑。以前的油鸡也是这样的做法的吗？是啊，可是我们煮了它没有说完全熟的啦。那不是看到血水这样？以前的人比较会吃啊，比较会吃。不会吃现在是比较介意那个看到那个血就来了，怕了，现在人怕。所以我们会煮熟一点。所以你们用的鸡是？早期我们是用公鸡，然后市场变化了，他们是供应母的肉鸡。所以有差吗？哈？公鸡会比较好吃，比较没有这么肥啦。爸爸是比较 old school 了，喜欢它的口感了。哦，有那个嚼劲是吗？老板，你的油饭真的很好吃，你是怎么做的？鸡油啊，蒜头啊，葱头啊，跟那个鸡汤来煮哦。Kim 姐，我觉得老板讲的东西啊，都有收一点的了。呀，什么鸡油？怎样拿那个鸡油哈？鸡油是鸡里面有油哦，就拿来用油再跟它炸啊，炸到 crispy 啊，油没有了啊。我们没有拿来吃的 ，OK， 就是要用到它的油味。好像煮那个猪油这样啦，然后猪油一块块的不要，人要那个油。大老板提到那个鸡汤，就是像这样的鸡汤拿去煮吗？颜色有点深的。所以我们的油饭会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是因为我们的汤也是用油鸡的骨头来去熬制的，鸡的脖子啦、鸡脚啊。因为我们的油鸡是比较黑一点嘛，所以它的饭会比较深色一点。啊，所以你的油饭上面当然也是放了一些卤水，一样的卤水吗？还是要另外做的呢？都是一样的卤水来的。卤水啊，都是很香的，yes，所以不需要放别的东西。以前的人吃油鸡饭的时候哈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内脏之类的东西？有啊，我们以前的汤，我们有放那个鸡血，现在没有了，不可以卖。所以现在你们就只有豆干，还有卤蛋。所以你的豆干跟卤蛋啊，都是在你的那个卤水里面一起来卤的。哇！哇塞！你干嘛突然
然间冒出来吓我。哦，因为我们这里是以兔子洞来设计的主题餐厅，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兔子洞在这里。哦，难怪我一走进你的餐厅，我感觉好像走进一个洞穴一样，然后呢，又有另外一个洞穴在等着我。那今天呢，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白兔，我来到你们的洞穴呢是要找食物的，但是我不要吃菜哦，我要吃油鸡，而且是特别的油鸡，你们有吗？有啊，我们这家餐厅有各种融合料理，松露河粉配搭牛排、叉烧披萨等等。那少不了你要的油鸡，我们的是黑皮油鸡肉卷。哇，那我伺候你吧。哇，很好，来走。太香了，所以这个是叫做黑皮油鸡肉卷，配的是什么面啊？配的是葱油面。哇，太好了。一咬就断呢。还有酱油香，很浓郁。里面我们用的就是猪肉香肠里面的馅料，然后放我们的配料，卷进黑皮腌制的鸡肉。有。现在呢，我满口都是那个酱油啊，还有黑皮的香啊。我们的卤水是用黑皮、酱青酱油、玫瑰露、姜末、蒜末，还有洋葱末等等的材料，然后我们就会把鸡肉腌制在这个卤水里面，再加入我们的香肠馅料，然后就把它卷起来。为什么会想到用黑皮来加入你们的卤水呢？因为黑皮有2种不同的特点，第一个是它的香味，第二是它可以帮这个肉增加软度。卷好后包放在酥饼里面煮了2个小时。酥饼好了后，我就会用火烤它，火烤后我就会拿去煎它，在煎的过程我就会涂上浓稠的酱汁。难怪它的味道这么丰富。其实我觉得很少人会用油鸡来做成一个融合料理，尤其是你现在用油鸡再加入这个法式的猪肉香肠里面的馅料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道非常特别的中西合并的美食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Since 1968 years. OK. 还在滴油嘞。Kim 姐，怎么你带我来这里？你认识那个老板啊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，是 Brian 讲的。好吃吗？他的介绍 OK， 我不晓得，我没有吃过，我也不认识那个老板。那你现在是打电话给 Brian，问他叫我们来这里是有什么好处哈？我很久没有看到他了。这个。嗨，我们讲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Hi Melvin，Hi Kim。OK， 我们已经来到这家老字号的油鸡店了。你说为什么会介绍我们来这里呢？上个系列我们是有跟一个Chef Jan 合作吗？那个很可爱的 Chef。炒花生。OK 啊，炒。你知道怎么开吗？I don't know how to use this。他的爸爸呢也是厨师，然后他是做这个油鸡的，而且是老字号，所以我就介绍你去那边嘛。这个是他的爸爸的店啊。你给我看一下。OK。是。不懂嘞。来错地方了。你不懂，你叫我们来。OK， 我们去问他的女儿是不是 Chef Jan 啊？如果是就对了哈。OK， 拜拜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Take care。OK， 好，等老板哈。可以。请问你是Chef Jan 的爸爸吗？对呀。很好，我们找对地方了。你的店是哪一年成立的呢？你们的店在1967年，我父亲就在483那边就开始卖海南鸡饭了。卖了1年之后，1968年左右，我们就搬来现有这个地方，就开始卖到现在了。以前是卖海南鸡饭，后来为什么又加了油鸡饭呢？因为我母亲嘛，她是广东人，在家里她时常烹煮那个酱油鸡。那么我父亲知道我母亲很喜欢吃酱油鸡，他就自己自创了我们现在的酱油鸡。在1970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卖那个酱油鸡了。那怎么知道？就是一卖就卖到现在。哇，历史还挺悠久的。那我们我流口水了。OK， 我们就来2碟油鸡饭试试看。好。他是要鸡胸，我要鸡腿，去骨。好啊。OK， 谢谢。找位置。哇，油亮，很漂亮耶。OK， 我们开动了哦。哇，那个酱汁很浓郁，酱浓的比较好配饭啊。对啊，这也是另外在做的吗？对啊。卤汁啊，是从我们的卤水，然后我们再加其他的材料，勾芡，
老板，你的卤水应该是放很多材料吧？对，很香，很多。基本上就是我父亲的时候，他放了冰糖啦、酱油啦、酱青啦、桂皮啊、花椒啦、甘草啦，还有八角。到我接手的时候啊，我就加了更多的材料在里面，川芎啦、当归啦，我也有混合了10多种的药材磨成粉。磨成粉很 chef like 啊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会使那个卤水容易吸收材料的味道。其实呢，我的老卤水呢，1个星期最少2次，把所有的材料给捞起来丢掉，我们再加水，再加材料，那么就不至于呢老卤水变苦。他惨了他。Yes， 每个人都是用老卤啊，他没有老卤，我不懂怎么办。我觉得不用卤汁，那个鸡肉已经很好吃了。哦 ，David， 油鸡的制作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？你们会先腌制那个鸡吗？放蒜啊、姜啊、葱啊之类的？我们不腌我们的鸡，那个蒜啊、姜啊、葱啊，都是海南鸡饭的做法。这些材料呢，就会减去那些鸡的腥味。不过我们的酱油鸡就不同，因为我们的老卤水很浓很香，卤水呢就会掩盖过那鸡的腥味。哦，就用慢火煮哦。太大火的话，鸡的里面熟的话呢，外面呢它就会烂了。以前我父亲的时候煮的鸡呢，80到90%熟就好了。超过80%的话，顾客就会把鸡给退回来给我们。就是要见血的那种啊？骨头吧，骨头有血的啊？肉，对，骨头。OK， 所以肉要180%，把那个骨头还要有一点血。老板，油鸡饭的油饭跟海南鸡饭的油饭有什么不同呢？你会发觉你的饭的颜色会比较深吗？对，因为我卖酱油鸡嘛。那么每天我们就收集我们的酱油鸡的鸡骨啊、鸡脚啊，去熬那个汤，所以弄到那汤会比较深的颜色。煮出来的饭颜色会比较深。还有以前我父亲的时候，就是用鸡油爆香那些材料，姜啊、蒜啊，爆香了之后呢，丢进那个香米一起炒拌。炒拌了之后呢，加那汤，用火炭来烹煮。以前的人就是在那锅盖上面放炭，下面有火，上面有热能，那个饭呢就会熟得比较均匀。那你怎么样知道那个饭熟不熟？那个就要看你的经验了。听姐，我会煮饭的，我什么都会煮，只是饭我不会煮。祝你好运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有着150年历史的建筑物，里面呢藏着秘密。在这古色古香的中式楼房里，有一家秘密的现代中餐馆。在这个充满秘密的餐馆里，每一道菜肴都隐藏着惊喜，包括一道跟油鸡有关的秘密菜肴。小伟姐，所以就是这道了嘛？对，苏格兰黑松露油鸡饭。苏格兰指的是那个鸡肉包括那个鸡蛋。哦，所以就是那个 Scotch egg。对，是的。哦，不过你用的是油鸡，那下面呢？下面是那个油鸡饭，我加入了黑松露下去，这个就是那个鸡饭辣椒果冻，这个是那个炸鸡皮。哇，那这个就是那个卤水了。对，卤水。哇，那怎么吃呢？首先拿这个卤水出来挤在旁边，你可以先吃那个鸡皮，然后再吃那个鸡蛋，最后再吃那个饭。这个炸过的鸡皮要沾辣椒果冻。不要羡慕我，太香脆了。然后平时我们吃的鸡饭的辣椒酱嘛，这个是把它变成一个果冻。我喜欢它冷冷的更好吃，对，更鲜、甜，然后有点酸酸开胃的。对，哇，这个配搭非常好。谢谢。OK， 然后呢，鸡肉跟鸡蛋。对。那个油鸡跟这个鸡蛋一起吃，那个味道太香了，非常的入味。所以你这个油鸡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我会用鸡腿肉包那个溏心蛋，再拿去蒸，蒸个15分钟，然后我会蒸冰水给它定型，定了型我就会开出来，把它蒸进那个卤水隔夜，隔夜会更入味。卤水方面呢，我用了不同的香料，还有几种不同的酱油，还有玫瑰露，然后我也是会放姜葱蒜，我会爆到很香先，变成那个卤水会更香。饭方面呢？饭特别是因为我们是用台湾的珍珠米。哦。对。外面很脆，对，你还加了黑松露，很香，对，感觉是好像有烤过一样，是吗？
那个油饭蒸好了，我会拿去煎成两面金黄色，所以当你吃的时候会外脆内软。是，有些饭煎了之后就脆脆，可是干干的，这个里面还是湿湿的。我觉得你这道菜除了是很美味之外，也非常好看，谢谢，很有创意。Kim 姐，我们穿到这样要做什么？还要问吗？这次我们要还原的是古早味的油鸡，所以你应该对鸡汁呢有多一层的认识，所以就安排你来这个鸡汁处理厂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慢慢决定到底要用干绑鸡，还是肉鸡，还是要用公鸡，或者是用母鸡。母鸡肥的了。对对对，好。 OK， 等一下哈，我们参观了再决定。可以 ，Let's go。就是他。嗨，肯尼你好，我们来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所以，请问 Kenny， 你们的这个鸡汁处理厂是从哪一年开始创立的呢？我的爷爷是在1979年之前就创立了，但是我的曾祖父呢，之前就已经在洛阳有一些那个小型的家庭式的养殖，然后就搬去了 Jalan Kayu，Jalan Kayu 过后就搬去 Punggol， 最终因为新加坡政府不允许在新加坡养殖这些鸡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搬去马来西亚。那你的农场有养殖哪一种品种的鸡呢？我们有养2种鸡，一种是白肉鸡，另外一种是干绑鸡，养殖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干绑鸡成长环境比较宽大，白肉鸡因为我们为了那个经济效益，会养的比较密集一点，饲养期是差不多30天左右，它不需要不同的饲料。由于干绑鸡的那个饲养周期最少都要60天，所以它在每一个养殖阶段的饲料都完全不一样。那是不是每一天你们都会把这些鸡呢，从马来西亚的农场送到新加坡来屠宰？对，礼拜1到礼拜6，每一天都会从马来西亚运输到新加坡，到了新加坡我们才把它宰杀、跟处理、加工，才送给顾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处理厂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走啊 ，Let's go。 OK。Kenny， 所以怎样分辨呢？哪一个是干绑鸡，哪一个是肉鸡？干绑鸡它的皮肤会比较黄，它的那鸡胸的部位会比较长。而且那个白肉鸡，它的颜色会比较白，鸡胸部位比较圆一点点，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很明显的。那个肉质方面呢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干绑鸡因为它的那个饲养周期会比较长，所以它的肉会比较弹牙，会比较firm一点点，而且味道会比较好，比较香的那个鸡味。我要说白肉鸡由于它的那个饲养周期比较短，所以它的肉会很软，味道会比较淡一点。请问你知不知道啊？古早味的油鸡哦，他们用的是哪一种鸡？都有，但是以前他们用那个干绑鸡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当时的干绑鸡价钱没那么高。所以这里呢，除了宰杀鸡汁之外，你们还有哪一些加工的处理吗？当然有，因为我们要应付顾客的需求，机器呢就能够自动的把整个鸡分解成8块。有些顾客他们是要比较特别的处理方式，就比方讲有翅膀连着鸡胸，但是鸡胸要无骨的，这个我们也能够做得到。现在买来的鸡里面的内脏已经清除了。对，完全清楚了。我们其实有安排了还没取出内脏的鸡给 chef 试试看怎样取出来。Very good。哇 ，Kenny 真的是有准备的。2只他示范，2只我做，1只给你啊。啊，不可以。所以先让Kenny为我们示范一下是怎么样处理那个内脏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最起先是吗？你就要把它的那个鸡胸跟那鸡屁股之间的那个位置打个刀。once 你有一个洞了，对吗？你就直接拉开一点点。那你要把手伸进去呢，把那个内脏挖出来，而且你要凭感觉呢，到了鸡肠的尾端，我就要挖出来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以过来看吗？你看这个是它的肠跟它的胆。你听到那个声音吗？所以你的手进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就感觉得到了。这个是它的鸡心、它的鸡肝、它的鸡胆。它的鸡胗，还有这是它的鸡肠。所以Kenny，这些内脏全部都可以吃的吗？全部是能够吃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那个政府的规定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鸡肠卖出去。看你的了，现在苗斌准备好了吗 ？Yes， 可以。讲真的，你处理过吗？没有。你尽量把那个鸡胸推高一点点，就比方开了。你会感觉到它的肠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吗？你的手就伸进去挖。可以 feel 到吗？这么圆的，可能是 hit 到它的鸡胗了。当然太圆了，不要紧，你2个都可以一起拉出来，它们是连在一起，都可以拉的。哦，来了！哎，为什么Kenny 的这样干净的，你的出来又青色又黑色？我 burst 到它的狗的。I think 我 miss 掉一个。还有什么？它的心在最上面。I want your sting。
这个鸡没有心的，不可能这个。他有心，他就是不要把他的心给你。 Yeah. Oh my god. I want to 偷你的心。Wait, I think I got. 哒哒 ，Yeah, correct， 对。哇 ，Kenny， 你看他这样，他到底是哪里做错呢？刚才我看到他的那技术是他用手这样进去，但是我们的手是从这边这样进去，所以所以他的那个胆破了，破了啊，他的肠也断了。哦，所以你喜欢这个体验吗？很喜欢，他也很喜欢。好了 ，Chef， 喜欢这个地方吗？很乌鲁啊。什么？这是新加坡就一个港崩了。 Yeah。因为这个油鸡是家常菜嘛，你看还有鸡在外面叫。Yeah。他知道你在处理鸡。杀他的朋友。OK， 所以做这个油鸡呢，关键是它的老卤啊。OK， 我已经准备好一个老卤。所以你的老卤怎么来呢？重点是怎样这么多年的鸡肉的味道。所以我不可能煮很多鸡。所以我用那个浓缩鸡汁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把那些煮好的香料拿出来，然后放新的。哦，你加新的一些香料进去，再重新再煮，给它比较浓一点，因为我的已经很年轻了。 不够老。对，你是怎么决定用这3种香料的呢？因为听了那个邝师傅啊，我想以前都是比较简单，在家里做。对，不可能太复杂。所以你今天是有妈妈的角色是吗 ？Yes。OK， 妈，来，接下来你放什么？冰糖。你叫我妈。OK， 冰糖、酱油 and 酱青。老字号的啊。姜是一定，因为我们广东人很喜欢用姜，煮去腥。放进去，开大火。 等它滚，我们才放鸡进去。Yes。现在要处理啊，主角要用的是哪一只鸡？用这只公的干绑鸡吗？因为那些老板讲以前都是用公的干绑鸡。我们看，哦，滚了好快哎！我们可以把鸡放进去。鸡放进去才关火吗？还是 ？Yes。And then 邝师傅也是讲，以前的人会放3层肉、鸡蛋 and 豆干。哦，这个是家里的煮法。哇，又有豆干，又有卤蛋。 我们等鸡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煮鸡汤。鸡汤是要等那个油鸡捞起来之后，砍了之后拿那个骨去做汤吗？对吗？哒啦！哇，你已经在家里有练习过了。对。还需要放别的东西吗？黄豆跟姜 and 一点盐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做油饭，对吗？对，最重要的是它的鸡油。OK。所以我们拿那个母的干绑鸡，取出那个鸡肥油。 那个鸡在叫了啊！你要取它的油。哇，叫得很惨哎，很凄惨啊！这个鸡。它的 timing 很好啊。OK，sorry 啊。对不起。OK 好。来，你看。OK， 现在我要翻那个鸡，它煮的才比较均匀一点。啊，是我听那些老板都是这么说的。Very nice。好，来吧。 所以现在我们取出鸡肥油了，我们就可以提炼它的油出来。小心哦。OK。它会喷哦。哦。因为它有水分。哦。所以现在我们把那个鸡油拿出来，然后把这些丢进去是吗？是的。Yes。还有一些红葱头在这里。哇，很香。然后我们就要把那个米放进去一起炒。你有煮过饭吗？有，没有用过火炭。万事都有第一次哈。对。 等一下，我们会用一个老板建议的，就是把那个火炭放在锅的上面。所以米洗好了，我们就加在。对，这样的米跟这样的油会太多吗？那个油？以前一定很多油了，油饭吗 ？We try，好像以前人家怎样吃 ？Actually OK 啊，我觉得你闻很像 chicken rice 的味道，是因为鸡油的味道。对。我们就可以拿出来，放回这个。炒酱就够了吗？呀。 这样就给它吸收那个油 ，OK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加汤。你这样水要放到哪里吗？阿嘎啦。哇，你弄到我很 nervous， 你懂吗？不是啊，我只是问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啦。不会。感觉好像多一点水哈。不要，你决定了，我不要负责，你负责。这个我们是一起做的，你不可以讲你不要负责。你不要跟着我啦！你忘了你是妈妈哈。 你是妈妈嘞 ，OK？ 我这个是没有用的你是妈妈 ，OK？ 好 ，OK。火炭，小心，你不要毁容哎。不会。
你的火炭拿上来，下面不是没有火炭了？再放啊。你把那个火炭拿下去，然后你放新的火炭下去，它根本就不热啊，下面。从来没有还原那个美食还原到这样激动啊！你看有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在闪才有火吗 ？OK， 我知道。哎呦，你要相信我。相信你，相信。OK， 我要对你有信心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对。OK， 那个油鸡好了啦。好了，对不对？很像。OK 了吗？I think 我们对你的油鸡很满意。OK， 好，下一步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拿一点卤水煮那个内脏。所以你用了哪些内脏？鸡心、鸡肝 and 鸡胗。煮这个内脏也是根据老板的做法，对吗？要另外拿一些卤水出来，对，煮这些内脏。因为这些内脏如果在那个老卤里面一起煮，会破坏那个老卤的味道。把鸡拿出来，帮你称重啊。OK， 我帮你称重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表现可以吗？可以。哇，这个鸡真的是太 effort 了。是因为老板有说，一定要等这个油鸡呢冷却了才可以切。OK， 那个油饭一定 OK 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学的怎样开，因为这个已经软了，要用一点技巧 ，OK？ 你先把火炭拿走。然后你可以聪明这样。不够长啦。你根本有这样多 pattern， 不可以掉，你放进去就好。哎呦 ，pattern 很多嘞。没有做节目做到这样紧张过了吗？哒哒哒哒。我们吃旁边，我们吃旁边 ，OK？I think 吃旁边可以。啊，赶快切你的鸡。Yes。你为什么要戴手套呢？要给它 massage。哦。要用麻油。你要涂一层油在它的外面是吗？是的。好，我看你应该用2只手是吗？你不是拿起来2只手这样子涂的咩？这样子涂，这样涂不是这样的咩？不用啦，1只手就可以了吗？因为有你在吗？来 ，a bit more。很香嘞，这个麻油。行。OK 了，香就好了。哇，很亮了。But actually 还很烧了。我不管，我饿了。OK， 快点切。Kim 姐，你看。哦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的老板应该是会很开心。这个是刚刚熟嘞，里面还有粉红的了，我感觉，你看。漂亮。Thank you。OK， 你慢慢切哈，我要添饭了。OK。我迫不及待想要吃这个古早味的油鸡。师傅，淋上卤水就可以上菜了。Thank you。Okay, ready？ 好。啊，那个汤哦，耶，上菜喽。OK 吗？我吃饭了。吃。哇，你应我啊！你应我啊 ！OK， 所以现在在家里吃饭，好，桌上就有妈妈煮的油鸡，然后是用碗吃油饭。好，现在吃什么 ？try 那个饭了，因为那个饭我们最辛苦的、最紧张的，不是最辛苦的。我觉得很好玩了，煮这个油饭，OK 吗？很够味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主角不是油饭，我们的主角是油鸡。来了 ，Yes， 这个是我的鸡腿肉。很入味哎，哦，太嫩了。你要试试看吃内脏吗 ？OK， 让我吃。怎么样？哇，这样可以吗？幸亏你没有吃那个内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可以煮久一点哦。很新鲜是吗？谢谢你为我吃的内脏。哦，没问题。虽然你没有那个老卤，但是我觉得用的香料啊，还有那些不同的材料，你都拿捏得很准确。而且你是特别给它比较咸一点，对吗 ？Yes， 因为以前的人都是做粗活的嘛，因为他们流很多汗，要补充那个盐分，所以这一方面我就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。今天呢，你还原这个古早味的油鸡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很多次我出去公干，人回来，很多这些老字号都会关，就是已经结束营业了， Yes， 因为没有接班人。哦，所以这几天看到这些生意都有接班人，还有做得那么好，而且呢，他们用他们自己年轻人的这些创造力呀，为这个传统的菜加入了一些新意，让这个传统的菜肴呢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棒。Clap for them。呀，我也非常感谢你今天
这么努力的完成了我们这道油鸡。谢谢 chef， Thank you. Cheers.